保加利亚有玫瑰之国，那玫瑰之国是什么原因它会叫玫瑰之国？我们现在就来到有玫瑰之国的玫瑰谷来看一看哦。我们抵达之后，我们先用餐啊，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登萨河谷，这个登萨河谷就在这里啊，我们的餐厅就在这个河谷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谷啊，哎呦，很漂亮啊，用餐还有景色啊。穿红衣吃红萝卜。18世纪以来，广植玫瑰并以玫瑰的产品享誉世界。玫瑰的采收期是在5到6月份啊，我们来的时间点是4月份吧，我记得啊，其实再隔1、2个月就是玫瑰的采收期了啊。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保加利亚的故乡，这个故乡叫做什么？大特尔诺沃，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堡啊。那我们来到这边也了解到了玫瑰之国的名称，为什么？因为呢，这里北面有高耸挺拔的巴尔干山脉，挡住了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而温暖湿润的地中海又沿着这个河谷，你看看这个河谷啊，一路吹过来，那就带来了充沛的降水、温暖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地啊。那为了让玫瑰的生长提供了最佳适宜的环境条件，所以我们现在在玫瑰谷的中心呢。那这里周围长达了100多公里的河谷，则是种满了玫瑰花，经过了300多年的培植，盛产了7000多种的玫瑰，吸引全世界各国的旅客来到这边啊。所有玫瑰的产品在这里买拢加秀。保加利亚有种卡赞勒克的玫瑰，相传是女神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来的，特别红，异常的香。这种玫瑰啊，玩不起的阿啾啊，在6世纪末才传到这个地方来啊。每年6月初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传统的节日玫瑰节。而走在这里，带有一种希腊风情，带有一种奥图曼风情，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种特别的氛围、特别的感受，就是我说的巴尔干半岛啊，有10来个国家，这10来个国家，你每一个都去给它走一走，哇，你会发现呢，我们常讲欧洲，巴尔干，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么大的土地，国家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民俗风情，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旅游世界的目的嘛。你走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土耳其的街道啊？没错，因为这里以前也就是奥图曼帝国来这边统治过，来这边管理过，跟它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喝到什么道地的土耳其咖啡。保加利亚拥有比罗马历史还要久的古迹，你知道吗？保加利亚拥有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人文历史遗产丰富，传统文化独具特色，每一年吸引了非常多的欧美人士来啊。只可惜在台湾，它的名声似乎没有来的那么高。你来这边，你看看啊，来到巴尔干半岛，但是你却看到了有奥图曼、有土耳其帝国的这一种特色。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在于它的历史被色雷斯人、被罗马人、被这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管理过、统治过，所以这就是保加利亚的特色。那我们走在这一个玫瑰谷的老街中心，我们要前往城堡啊！你看看啊，我们当地的地陪啊，热情的在介绍他们的特色文化啊。
特色的一个国家。民族特性就是我有什么喝康呀，我就道谢尔或者是上网然后来去传递啊。那我们刚好现在走到这边来，我看到了土耳其的咖啡，我就想说了，要么我们进来这边，我们就大家进来，享用以前的这个保加利亚的干嘛点谁帮我拍我知道的，我们大老板帮我拍的他拿了我的摄影机，你看我也录进来有没有我们的陈大哥来，我们喝完了土耳其咖啡，我们继续上路那土耳其咖啡其实它的渣，咖啡渣是没有滤掉的，而且那个咖啡渣还可以算命我是不会算的但是可以算命来，我们继续呢往上走，往前走，来去看看这个玫瑰谷，有玫瑰谷之称。而且你知道，在保加利亚还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呢，它走的是跟一般欧洲国家的字母有一点不太一样它的字母呢是西里尔字母这种字母通行于斯拉夫语系大多数的民族当中，字母的书写系统，除非你是到了高级一点的餐厅会看到英文，不然呢，大部分呢，它都是走西里尔字母。西里尔字母不好认它的字母跟着这个俄罗斯有一点点相像。欧洲的城堡处处可见，而城堡的历史也常常跟着城市的兴衰起伏着。保加利亚的3大古城之一维利克塔尔诺沃我们叫做大塔尔诺沃古城就是如此别称叫做大塔尔诺沃。虽然呢这个古城呢老老的，但是呢功名显赫，占有保加利亚极重要的历史定位保加利亚的第2个国王在西元11世纪左右，是保加利亚全盛时期，当时也是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王国时期。曾经呢击败过的拜占庭王国，在西元前3000年就有了人类居住的大塔尔诺沃，就是第2任王国时的首都，也是政治跟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古城当中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就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城墙上面所看到的河流。纪念碑呢就围绕了4位骑马的雕像，那这是它非常漂亮的多瑙河的支流杨特拉河。那这个杨特拉河呢，也带来了这个古城最美丽的风景那可惜呢，在国王过世之后，第2个王国开始衰败，被奥特曼帝国打败，成为一个行省。历经多次的起义之后，才又慢慢的独立起来。在西元1878年结束了奥图曼的统治，成立了保加利亚的大公国。首都呢，当时呢并不是在索菲亚是在大塔尔诺沃，隔年才迁到了索菲亚去所以虽然如此这座古城依然是世人的焦点爬上去这个城堡上面很辛苦，但是你注意看这个城堡你看居高临下四周围呢都是山谷所以要攻它很难攻而且呢，城堡的后面呢就是什么悬崖峭壁所以那个敌人攻上来的时候，你拿剑拿石头丢它，它掉到悬崖就死掉了这也是它的最大特色之一所以这个古城依山傍水，底下又有杨特拉河流经整座城市。高高在上的查雷威兹城堡，我们现在进来了，建到5到12世纪，本来是土耳其总督的住宅，后来成为了第2个王国时第4位帝王的宫殿。现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壁画，但它并不是湿壁画，它是比较后现代建筑的。那当初大塔尔诺沃在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围攻了3个月后被占领，城堡修道院以及教堂以及百姓住屋几乎全部都被毁掉了所以它有很多的废墟。这些废墟呢，你可以看到它繁华的过往。那剩下的呢，有一些就是重新新建起来的现在在保加利亚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烤焦的啊，焦的啊。那为什么啊？因为当地的人呢很喜欢吃这种有一点焦感的这种风味餐呢。所以说嘛，你旅游全世界各地，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特色餐，就像什么，台湾有臭豆腐啊，这臭豆腐搞不好你叫老外吃啊，吓到啊。那保加利亚还有一个特色啊，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跟着纳粹德国联盟，但是呢却救了48000个犹太人，这都要感谢当时的保加利亚的第二任沙皇保里斯3世啊。他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就一直不想要参加的战争。在1943年初，纳粹官员要求保加利亚将其境内的犹太人引渡至波兰的集中营，但是沙皇一拖再拖，拖到了德国，也被同盟国军以及俄罗斯夹攻了。但是后来根本没有时间在管保加利亚的犹太人这件事，所以因此而救了48000个犹太人。这件事情也在保加利亚留下了佳话，而且保加利亚它是属于混乱的现代政治，最后一任的沙皇50年后还变成了保加利亚的总理哦，很特别吧？就是呢，他曾经呢流亡到海外去，最后还回来再选，还有选上啊，这就是保加利亚。